前男友因为失恋而跑到自己家楼下发酒疯，甚至几次三番衣不蔽体的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撒泼。这种事换作是你，肯定会打死不承认自己认识这个人吧。但如果你还是这个人的经纪人呢，这可就糟糕了。自从得知戴安和花生酱订婚以后，波杰克就天天跑到卡洛琳家楼下大吵大闹，甚至还衣不蔽体的跑到卡洛琳的办公室里，整整2周，被卡洛琳烦得够呛。卡洛琳得想个法子，赶紧让这匹老马不要继续堕落下去。他可不想每天都看到一个棕色的马屁股在自家院子里乱晃悠。一番夸赞，好不容易让波杰克醒来后，听到戴安2字，波杰克又拿起酒瓶准备往自己妈嘴里灌，这可使不得，继续喝不就又开始发疯了。卡洛琳替波杰克想了个办法，只要忙起来就不会想起戴安了。他拨通电话让波杰克去帮波本佳酿做代言。听到前女友的话，波杰克直呼不可能，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波杰克深深怀疑。陶德在车里也是一脸懵逼。卡洛琳告诉波杰克，他们在找美国的名人来说自己有多爱喝酒，咱们老马典型的老酒鬼了，简直再合适不过，纯纯的量身定制，只需要站稳了，浅浅微笑，票子就入账了。但就这样简单的广告，波杰克都颓废的觉得好难。卡洛琳将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陶德，陶德开心的吐在了车里。卡洛琳临走前，波杰克问他 Keep this dummy out of trouble. Hooray! Responsibility! Hey, do you really believe all that stuff you said to me earlier about me being...银勺餐厅，卡洛琳正在和绿色大王八讨论工作。波杰克一个电话打来，打断了2人。电话那头的波杰克西装革履，俨然一副走出了失恋阴影的模样。感谢卡洛琳帮他接的活，卡洛琳急忙打断了波杰克长篇大论的施法，继续回到自己的工作中。看样子卡洛琳的电影事业很成功。回到公司的卡洛琳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他们的公司和 FEM 公司合并了，而这里面就有卡洛琳最讨厌的人凡妮莎盖克。表面上是在寒暄，实则是在炫富，好一个凡尔赛。2人的斗争几乎一触即发。正在气头上的卡洛琳又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波杰克不见了。没想到一转头，波杰克居然站在了办公室门口。听着波杰克的话，卡洛琳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波杰克这是拿自己当备胎来使了。不过卡洛琳人间清醒，看出来波杰克是在拿自己当代餐了，甚至波杰克都不是真正的喜欢戴安。波杰克只会在糟糕时刻才想到卡洛琳，没评选上奖时，因为贩卖糖果被抓时，全身骨折时，就会找到卡洛琳来寻求安慰。这次不可能了，卡洛琳狠狠拒绝了波杰克的示爱。波杰克拔了卡洛琳的电话线，这让卡洛琳关乎电影的重要电话就这样被挂断了。波杰克还在搁那装傻充愣，这让卡洛琳十分火大。眼前这个男人拿了一个自己的等身立牌给卡洛琳，这个立牌甚至还会在卡洛琳经过时播放他最爱的电影里的台词。卡洛琳可不会在乎老马这骗小女孩的把戏，直接溜之大吉。午餐归来的卡洛琳得知了一个更让他无语的消息，自己的办公室竟然和最讨人厌的凡妮莎合并了。除此之外，波杰克的经纪人也换成了凡妮莎。During an office until they can find her a permanent one. The hell we are. Also, Good news, Princess Carolyn. Vanessa's my agent now. What? 好家伙呀，老马可真是冰雪聪明，这给卡洛琳可气得够呛。另一边，陶德接管了波杰克的广告，依旧戴着他的标志性黄色瓜皮帽，不过他似乎对摄影机有着很大的意见。陶德指责着这些机器人闪着红光看着他，马上勒令把机器人全部拿走，不然他就罢工。好一个没有皇帝命得了皇帝病。陶德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，不过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这所谓的假酒其实被波杰克掺了真的。这边办公室里是火药味十足，卡洛琳扔出一本本不愿和波杰克合作的导演的册子，而凡妮莎却满不在乎地说这真是太好了。看到凡妮莎老练的样子，卡洛琳气得牙痒痒。本来在听到那2个狗仔来找凡妮莎时还有些不敢置信，一听是来敲诈的，嚯，您老里边请。2个狗仔准备狠狠地敲诈凡妮莎一笔，一人给$150。好家伙呀，埋了好几集的线，你们就给我看这个。面对2狗仔的敲诈，凡妮莎表示在加州偷拍可是1级犯罪，要住4年牢，不怕可以继续敲，直接给2狗仔吓跑了。这边老板安排了一个实习生来做帮手，凡妮莎直接横刀夺爱，抢走了卡洛琳的助手劳拉。因为查理的实习生就这样被迫分配给了卡洛琳。看到因为电话而吓得呱呱叫的新助手，卡洛琳选择自己接电话，结果电话那头告诉他陶德在发酒疯，
疲惫的卡洛琳直接杀去波杰克家。一番激励演讲还没结束，卡洛琳又要去应酬了。这次卡洛琳又输了，不仅会议没等自己，连自己的客户也再一次被抢走了。好吧，就连电影的题材都被这个女人给改了。一回办公室，卡洛琳又看到了波杰克这个倒霉催的。他在卡洛琳的办公室做什么呢？看到波杰克就来气。Right, you know. Over-rotate. Hey. I just missed an important meeting because I was babysitting Todd, who's too drunk to work. 波杰克直接无视掉了卡洛琳的抱怨，邀请他来和自己共度晚餐。或许是最近的自己实在是绷太紧，卡洛琳同意了波杰克的邀约。在波杰克买下的艾莱范特酒店里，波杰克的花言巧语让卡洛琳有些动容。当卡洛琳终于决定静下心来和波杰克来一场浪漫的约会时，卡洛琳的电话响了，是自己的死对头凡妮莎。这个女人杀人诛心，抢走了卡洛琳旗下的过气明星波杰克，她抢走了卡洛琳最看好的电影项目，甚至专门打电话告诉卡洛琳。面对凡妮莎的挑衅，卡洛琳只觉得干呕，迅速拨通了凯特的电话，却因为新助手的失误而联系不上。卡洛琳放弃了，她决定今晚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夜晚，像一个获得爱的小女人一般，眉头舒展，整理好心情。卡洛琳背上包出发了，而这一切都在波杰克接到了赫比的电话后破灭了。门口的波杰克接到了自己的老友赫比的电话，得了癌症的赫比时日无多了。波杰克在不久前给他发了短信，告诉他自己想和他见面聊聊，毕竟人生苦短，他不想留下遗憾。赫比告诉波杰克，有什么要说的就直接去马里布和他当面说，毕竟日子不多了，谁知道死亡和波杰克到底哪个会先到呢？卡洛琳从餐厅里走出来，挽着波杰克的手，对面波杰克所说的奇怪电话表示他也接到了，但为了今晚去他们的。一通电话似乎把睡梦里的波杰克叫醒了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在掩盖痛苦。卡洛琳也和波杰克坐在一起，他明知今晚会变成这样，但还是选择了放任自己，这让一直紧绷的他感到轻松。波杰克丢下卡洛琳一个人走了，他觉得自己需要静一静。显然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卡洛琳决定还是变回以前的自己，做一个不需要男人的女强人，就像平时那样。她梳理好自己的头发，到健身房去健身。卡洛琳告诉自己要打起精神，昨晚的自己差点坠入爱河，心碎而归，今天的自己必须做个铁石心肠的工作狂。姐妹们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渣男。卡洛琳拨通了波杰克的电话，这个老马让自己把时间浪费在了不需要的地方。不过没事儿，作为女强人已经不会因为男人而落泪了。听到波杰克要去找赫比的消息，卡洛琳差点忘了自己的铁石心肠，匆忙挂断电话。刚进办公室就得知了凡妮莎把签约合同给撕了，可怜老马终成工具人，用完就被一脚踹。听到老板的话，卡洛琳表示波杰克只是没在状态，不能就这样放弃他。面对老板的说辞，卡洛琳决定一定要给波杰克拿下一个电影角色，毕竟自己才是这里最优秀的经纪人。但如果拿不到电影角色，那波杰克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卡洛琳被老板无所谓的态度给激怒了，他要大干一场。很好，100通电话，无一人想和波杰克合作。这罪大恶极的老马风评居然如此之差。可怜卡洛琳已经干了几杯咖啡，依旧没找到愿意合作的人。凡妮莎在一旁调侃着卡洛琳，而这句话直接成了卡洛琳的突破口。卡洛琳找到了乌鸦卡梅伦做导演，将凯特最喜欢的书交给他，让他来导演这部名为《妇女参政之城》的电影，这样凯特就会不惜一切来出演这部电影，从而实现双赢。卡洛琳回到办公室时，看到凡妮莎吃瘪的样子，高兴坏了，而凡妮莎也因为到嘴的鸭子飞走了而被蟾蜍老板炒了鱿鱼。很好，一切都按卡洛琳的预期在走。劳拉进来告诉卡洛琳，之前的网吧找她。卡洛琳巧妙地将话题引到了之前那次好莱坞之不翼而飞的地上面。两人商讨后决定让波杰克来出演花生酱这一角色。卡洛琳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告诉波杰克，但波杰克却一点也不高兴，似乎是在马里布发生的事情让他整只马又丧了起来。而他的副座做的就是这一整集都没有戏份的戴安。戴安这次和波杰克一起是去赫比那里继续完成他的自传，除了回家我还能去哪里呢？这集就这样在卡洛琳孤独的身影下结束了。卡洛琳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头，然后又被波杰克伤害，但两人23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的男女关系，更近乎于一种精神上的相互依赖。就像片尾的歌词那样 Can't look back, it's impossible, turn around。 无论是两人的感情 impossible， 亦或是卡洛琳对于波杰克的感情都 impossible， 这些都是 impossible。 人总要往前看，缅怀过去只会让人更加消沉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还是祝我们最可爱的卡洛琳生日快乐。